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好，我們今天呢要來聊一個，我覺得正在徹底改變我們世界底層邏輯的概念。很多人都在談 AI， 但我們今天不聊那些表面的應用，我們要深入核心來談談資料這個東西。你可能覺得資料不就是資料嗎？但我要告訴你，在 AI 時代，資料本身的定義正在發生一場非常非常深刻的革命。這不只是技術更新而已哦，這是一場叫做語義轉向的大變革。它會重新定義我們怎麼看過去，怎麼管理現在，甚至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好，我們直接來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到底什麼是資料？你現在腦中浮現的是不是一些數字、Excel 表格、一堆文字？沒錯，過去我們都習慣把資料當成是記錄世界的客觀符號。但如果現在告訴你，這個你我習以為常的定義，其實已經過時了呢？在 AI 的世界裡，資料的本質已經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東西。OK， 接下來這個比喻我覺得非常關鍵，可以幫助你理解這一切。你可以想象一下，傳統的資料它就像一塊一塊的樂高積木，每一塊都有很明確的邊界、顏色和形狀，對吧？你可以去計算它、分類它。但是 AI 時代的資料呢，它更像是水彩顏料，它不是一個一個獨立的個體，它是一種可以流動、可以融合、可以互相渲染的，我們稱之為語義材料。你想想看，紅色跟藍色之間呢，它沒有一個絕對的界限，它們可以很自然地交融成一片漂亮的紫色。這就是最核心的轉變。我們的資料已經從一顆一顆離散的符號，變成了一片連續的、充滿意義的流體。好，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深入拆解一下這場所謂的語義轉向到底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這就代表 AI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在處理資料，而是開始能夠真正去理解資料背後承載的意義了。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有點抽象，但你一定要記住，這就是所有我們現在看到那些驚人 AI 應用的最底層基礎。那問題來了。AI 到底是如何做到理解的呢？這背後的關鍵其實是一個數學概念，叫做高維度向量空間。好，你先不用被這個專有名詞嚇到，我們把它想象成一張超級無敵巨大的城市地圖。在這張地圖上，每一個詞彙，比如說國王，它都是一個坐標點。那你想哦，皇後這個點是不是應該就在國王的附近？他們可能就在同一個街區，非常靠近。但是西瓜這個點呢，它可能就在城市的另一頭，離得非常非常遠。AI 就是透過在這張複雜到不行的語義地圖上，去計算這些點跟點之間的距離和方向，來理解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這就是它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這就帶出了今天的核心重點。請你記住，資料它不再只是單純記錄現世的記錄了，它本身就變成了一種有意義的、可以被塑造的材料。也就是說，當我們跟 AI 互動的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是在處理文字、圖片這些東西，但其實 AI 處理的是那些我們肉眼看不見的，在那張語義地圖上不斷流動的意義本身。你想想看，這個轉變打開了多少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帶來了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的巨大挑戰。為了讓大家更具體地感受到這到底有多麼驚人，我們先來看一個非常酷的、很正面的應用，我們可以稱之為 AI 考古學。想象一下，當這種全新的觀看能力被用來回望過去的時候，它竟然能讓我們看見那些被時間長河還有茂密森林給深深掩蓋住的古文明印記。這聽起來很神奇，但背後的原理是這樣的。首先，他們會讓搭載光學雷達，也就是 LiDAR 的飛機飛過一大片茂密的森林。這種雷射光很厲害，它可以穿透層層的樹葉，直接掃描到地表的真實樣貌。接着，第二步就是把這些地表資料交給 AI 去分析。AI 的任務其實很單純，它要去找出那些不自然的形狀。你想嘛，大自然很少會自己長出一個完美的正方形，或是很規律的 C 字形。但人類的建築物就會，所以最後系統就能夠辨識出這些可能埋藏了好幾百年的聚落結構，像是我們台灣排灣族的石板屋遺址，就算早就被塵土跟植物覆蓋 ，AI 也能把它們的輪廓清晰地還原出來。那你可能會想，這種方法的準確率到底有多高？我跟你說，高得嚇人。
在瓜地馬拉就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研究人員用這個技術去尋找那些隱藏在雨林深處的瑪雅文明遺址，結果辨識的成功率高達90%。90%，這什麼概念？就是說，那些過去考古學家可能要花上一輩子在叢林裡披荊斬棘才能找到的遺址，AI 現在可能只需要幾天的運算時間就能搞定。這個效率上的對比真的是太驚人了。這就完美地展示了一件事：我們現在真的有能力去發現那些過去從來沒人知道的遺址。我們等於是從地貌上那些非常細微的線索，去重新改寫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這已經不只是找到幾棟老房子那麼簡單了，而是讓我們能夠重新看見一整個失落文明的完整布局和規模。好，剛剛我們看到 AI 如何回看過去，這感覺充滿了探索的驚喜跟浪漫，對吧？但是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一個更嚴肅的思考了。如果這種超級強大的看見的能力被轉過頭來對準我們每一個人，用來管理我們的現在，甚至是我們的未來，那會是一幅什麼樣的景象？我們其實都正在進入一個叫做資料化的生命的時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我們活着的每一個軌跡，不管是非常生物性的，像是你的心跳、你的基因，還是非生物性的，像是你手機的 GPS 定位、你的社群網絡，所有的一切全都被轉化成了一個一個可以被監測、被分析的資料點。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你不再只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系統的眼中，你同時也是一組可以被預測，甚至是被管理的數據集合。而這種趨勢正在徹底改變整個社會治理的模式，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你可以這樣想，過去的政府治理模式叫做危機治理，也就是等問題發生了才來補救。後來進步到風險治理，就是去找出風險因子來事先預防。但現在 AI 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階段，叫做預判式治理。我舉個例子你就懂了。想象一下，你的智慧手錶偵測到你的一些生理數據出現異常，在你根本還沒感覺到任何不舒服之前，系統就已經預判你可能快要感冒了，然後就跳出通知，提醒你趕快補充維他命 C。你看，它在你意識到風險之前，就已經先一步介入了你的生活。其實，我們所有人都親身經歷過一場全球規模的大型社會實驗，就是 COVID-19 疫情。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在台灣，當時是採取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資料整合模式，比方說大家應該都還記得的電子圍籬。整體來說，民眾的服從度很高，也被外界普遍認為是成功的。但我們把場景換到英國，他們的做法就比較零碎，把很多技術外包給私人公司，但偏偏又遇上過去的一些醜聞，導致民眾對政府極度不信任。所以類似的防疫 App 要推動的時候，就遭到了巨大的反彈，基本上可以說是失敗了。這個對比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一件事：資料治理能不能成功，跟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好，我們把剛剛講到的重點稍微整理一下。第一，資料的本質已經改變了，它變得像是活的、有意義的材料。第二，這個轉變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的強大能力。但第三，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所有人都被帶到了一個全新的倫理十字路口。而接下來要談的就不只是工程師或科學家的課題了，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開始思考並且做出選擇的問題。在這個全新的語義時代我認為我們至少要面對4個非常巨大的倫理挑戰。第一個是語言的不平等。你想想，目前最強大的那些 AI 模型是不是都是用英文訓練的？這導致用英文去操作，不僅效果最好，成本也最低。長久下來，這正在創造一種新的全球性的數位落差。第二個挑戰是演算法的偏見。這很好理解，如果我們餵給 AI 學習的資料本身就充滿了人類社會的各種偏見，那 AI 不只會複製這些偏見，它還會把它放大，對一些弱勢或少數族群造成更嚴重的傷害。接下來第三個，個人自主性的削弱。就像我們剛提到的預判式治理，當系統越來越常在我們做出決定前就介入，我們的選擇自由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一步一步的被限縮了呢？最後第4個，也是最根本的問題，資料主權。當我們的生命被一步步資料化之後，這些代表着我們的資料到底屬於誰？是我們自己，是政府，還是那些開發 AI 的科技巨頭？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而這一切
最終都把我們帶回到一個最核心也最根本的提問：當資料不再是死的、冰冷的符號，而是活的、有意義的，甚至可以跟我們互動的材料時，我們人類到底該如何與這樣的新物種共存？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探討了 AI 時代下一個非常根本的轉變，叫做語義轉向。簡單來說，就是資料從過去像樂高積木一樣一個個獨立的符號，變成了現在像水彩顏料一樣可以連續流動的語義材料。這個轉變一方面讓 AI 有了驚人的能力，能夠看見被埋藏的歷史，但另一方面也讓社會治理一步步走向預判式的未來，更引發了關於語言不平等、演算法偏見、個人自主性，還有資料主權等等深刻的倫理挑戰。這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它其實更在問我們，未來我們希望自己如何被定義。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